这是台 UM 结构 3D 打印机 ，UM 结构加上远端挤出，奠定了它稳准快的基础。它的成本在1200左右，普通打印速度在80到120毫米每秒之间，快速打印能达到200，重量是10.3千克，有触控屏。我在前2期视频已经做了一些介绍和展示了，包括外观、极限速度测试、不同速度打印效果对比，这是打印机的一些参数，供大家参考。DIY 的好处在于能节省成本，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去定制，并且能学到知识，积累经验。DIY 过程非常简单，有手就能做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经历了这个 DIY 过程，那么你会非常熟悉打印机的结构和原理，以后玩 3D 打印机的时候就会显得得心应手了。在我 DIY 之前，完全是一个对 3D 打印机零认识的小白。在寒假，我买了台创想3维的 N3 Pro， 买来有故障，联系工程师说是排线问题，给我发排线，可我哪都不懂，怕自己玩不转，就干脆在7天无理由期间赶紧退货了。心想自己 DIY 一台吧，反正是寒假有时间，不仅学得到知识，而且也能省钱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真的没出意外。从购买材料到打造出一台主力设备，光耗时半个月，让我非常深入地了解了 3D 打印机的结构、原理、切片、建模等等。我在打印机的结构类型选择、组装、调试以及 3D 建模软件的学习过程中有一些心得，所以打算做这个视频来记录分享一下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些人。在正式 DIY 之前，你可能需要先了解一下 3D 打印机的结构，每个结构的优缺点、成本以及制作的难易程度，然后选择一个合适的教程。其实你有2个选择，第一，可以不管3721，直接选择一个还不错的教程，直接动手去做，做出来看效果。不管做的什么结构，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，只要你努力了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积累到许多知识和经验，在做第2次的时候就不再是个小白了。第二，可以做个详细的调查，根据自己的预算和时间选择一个感兴趣的结构，再找个合适的教程，或者自己摸索、自己设计制作。那么我选择的是第一条路线，参考的教程是大于 DIY 的教程，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。但大家最好还是先对 3D 打印机的结构有一点点的了解，不同的结构制作的难易程度、打印速度、打印质量都不一样。大鱼的教程很详细，资料也很全，特别是成本控制得很低。在这里我以大鱼 DIY 的教程中涉及到的结构为主，做个简单介绍。大概有这7种结构，其中极坐标结构和三角洲结构较为不常见，其他5种结构都是比较常见的。大鱼发布的有4种结构，就差 MB 结构没有发布了。其中 Cori XY 结构又有2个不同的型号，如果选择 Cori XY 这个结构，建议选择全金属线轨这款。在所有的结构中 ，UM 结构最复杂，对安装精度要求很高，但是打印速度和打印效果都非常好。i3 和悬臂结构都很简单，做起来很容易，但打印速度和打印效果相对较差。Cori XY 和 UM 结构就比较中规中矩。在我的教程里，点击链接可以直达大鱼视频教程页面。后面也会把相关资料整理在我的教程里，方便大家查看。如果想锻炼动手能力的话，大家可以拿大鱼的教程结合我的教程，把这个 UM 结构打印机给做出来。我当时作为新手，在跟着大鱼教程做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包括打印件的购买和处理、固件的编译，我会在我的教程中做详细说明。在行动之前，你还需要明白 XYZ 轴的方向。教程中提到哪方向的时候，你需要知道指的是哪些部位。以我的打印机为例，以框架为对象的话， X 轴就指的是这几根铝型材， Y 轴是这几根， Z 轴就是这几根。以光轴和丝杆为对象的话， X 轴的光轴是这2根， Y 轴是这2根，丝杆就是 Z 轴。在编写部件程序和方向调试的时候，以这个点为原点的话， XYZ 轴的方向就是头中所示的方向。
另外一个基本知识是远程挤出与近程挤出。远程挤出结构的挤出机和喷头是分离的，中间由侧氟龙管相连，挤出机固定在框架上，这样能极大的减小喷头这个运动部件的重量，减小震动和惯性。所以它的优点是能够精准快速打印，缺点是不能打印 TPU 这种柔性材料。远程挤出的挤出机和喷头是连在一起的，其优点与远程挤出相反，并且在挤出、回抽这方面控制的相对更精准，换料也相对方便。材料和工具的准备，我在制作过程中用到的工具有这些：螺丝刀、钳子、量具、电烙铁、公司工具、打磨工具、台虎钳、手电钻、木工夹以及热熔胶枪。在这里我推荐配备一套电动螺丝刀套装，因为用到的螺丝数量非常多，手工打的话会比较慢。材料的购买，材料是根据大于 UM 结构打印机开源出的那个材料清单购买的，其中 SD 卡、打印件以及控制板是我自己选型购买的。我在我的清单中添加了店铺名，添加了一个店铺名，这样的话方便添加购物车，同一个店铺就下一个订单，比较方便。然后另外还增加了一些导线的链接，购买链接。另外呢，控制板选的是 MKS 金 L V2.1， 大家可以下载下来参考。另外需要注意的是，螺丝螺母要多买一些。螺丝螺母很便宜，但如果少了一些的话，到时候就非常麻烦，还要重新购买，耽误时间。然后 XY 光轴一定要够直，不然的话十字部分会非常的不顺滑，对打印效果影响很大。打印件的购买，我当时的打印件是在淘宝找的一家 3D 模型代打印的店铺，花了99元，非常贵，而且没跟卖家说参数，导致打印出的每个打印件都需要人工打磨处理，非常的麻烦。在这里我推荐2个购买途径，第一就是大鱼 QQ 群，是从视频下方置顶评论中获取到的。群里面有一些大佬发布一些打印套件，便宜，而且很可能直接就能用。第二就是我找到了一家淘宝店铺的商品，它也是专门为这套打印机打印的打印件，看上去还不错，可以试一下。应该是要比我这次买的更便宜，更好用。材料和工具准备好后，就可以开始组装。我的组装过程和大鱼原版组装过程是稍有不一样的，个人觉得我的过程会更方便、高效、有意思。我自己是根据大鱼原版视频看很多遍，熟悉了整个过程之后做出来的一个图文教程。前期把一些可以组装成模块的材料先拼装起来，整体组装的时候会更加便捷。这样做并不会提高多少效率，但是会更有意思一些。另外看视频组装是个很低效的过程，组装中遇到问题要去翻视频很麻烦，所以我写了图文组装步骤。我组装时也是把图文步骤用平板显示放在身边，随时翻阅查看。
很方便。我的图文教程是我吃透了原版视频之后才做出来的，直接看的话可能会缺少细节，建议看原版教程，然后自己写个图文步骤。你可以在我的基础上修改。不管怎样，我把我的组装过程先发布出来，仅供参考。配图1主要是看大鱼视频做的记录，配图2是从我自己的视频中，也就是大家即将要看到的视频中做的记录，两者稍有不同。而配图2在这一栏也会有一些文字说明。首先是预处理和预组装。铝型材公司选出425毫米的4根 Z 轴铝型材进行公司，因为这个孔太小，直接用 M6 的公司钻头工不太好工。我这里先用 M5.2 的普通钻头扩孔，再使用 M6 的公司钻头手动公司。公司时建议戴手套并做好防护。由于经验不足，我这里没有供好丝，建议新手在购买铝型材时让店家给公司。然后是亚克力板公丝，每个亚克力板要供12个丝，这步骤也可以跳过，不公丝的话也可以拿螺丝直接拧，就是费点力。我当时用的是 M3 的公丝钻头，尝试攻了一个，发现螺母攻出来的螺母太大，直接会打滑，就没再攻了，直接手拧。有经验的可以在这个步骤攻一下丝。然后是打印件的打磨，如果你的打印件直接就能用，那是最好。像我的这样安上去并不能严丝合缝，那就需要打磨一下，直到能够正常安装上这些轴承、法兰或者光轴。关于这些打印件哪2个是一对的，要安装在什么位置，可以参考这个3维模型以及大鱼原版视频。需要提一嘴，大鱼原版视频教程是老版本的教程，目前发布的资料是 V1.2 新版本的，和老版本稍有不同，比如去掉了纤维环，改用了石墨滑块，十字滑块部分的打印件有修改，但是3维模型是新版的，参考它肯定没错。
使用 M6 的钻头给4个 L 型连接片扩孔，当然这一步也可以跳过，因为这4个扩孔是为安装 M6 的螺母，少了这6个螺母也不会影响打印机的框架强度。然后是挤出机模块，这个端子朝向我暂时让它朝右，后面需要根据挤出机安装位置看哪个朝向更方便布线，就改成哪个方向。挤出机的安装图文教程见附录1，跟着图文教程就可以很容易的安装。喷嘴模块就是把这一块东西给组合起来，需要特别注意挤出头、加热块、喉管之间要用力拧紧，避免使用中堵头。建议看下大鱼的这期视频。实际操作中发现不需要将挤出头拧到半圈，只需要拧一点点就好，否则就算再用力也不能让挤出头和加热块严丝合缝。这里要用钳子或者其他工具协助，不然用不上力。这里用的螺丝太长，还是没能完全拧进去，建议用短一点的螺丝或者自公丝。然后是热床支架模块，就是把11720铝型材和不锈钢直片组合起来。Z 轴运用模块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组合起来。纤维开关触发器和支架需要在左右两侧的 Z 轴分别安装一对。视频中错误的安装到了同一侧，需要注意一下。中间这个丝杆螺母不要用丝杆自带的螺母，要用这个消系螺母。镀金电机模块就是把这几个东西组合起来。镀金电机端子朝向支架大孔这边。带座轴承模块，同样是提前上好螺丝和梯形螺母。角码模块这一步也是。L 型连接片模块，同样是预先上好螺丝螺母。光轴支架模块，同样也是上好螺丝螺母。纤维开关焊线，纤维开关焊线可以参考大鱼视频中的这张图，
仅焊接下面的这2根线。由于这个时候不确定每个纤维开关需要多长的线，我就暂时焊接了短线。导线与纤维开关端子之间使用了热缩管绝缘，没有热缩管的也可以用热熔胶糊一下。模块部分组装好了，现在开始组装框架。框架的组装要特别注意组装精度，尤其是上下底面要保证是矩形。用钢尺测量对角线时，要保证对角线相等，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。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几乎是按照大鱼教程中的步骤和方法组装的。先组装 X 和 Z 方向组成的面，就是这2个面。然后用 Y 方向的4根型材连接2个面，但是可能由于桌面不平整或者是经验不足，导致最后组装成的框架顶面的2条对角线长度相差有5毫米多。如果把它硬调成对角线相等，又会出现这4个点不在一个平面的情况，放在地上的时候会来回晃动，最后又返工重做了。我在这里快速过一遍。组装 X 面1。组装 X 面2，反复调整，使每个连接处严丝合缝、高度垂直，且使2个面一致。校准完成后，加固螺丝并安装角码。安装 Z 方向的型材。校准每个面是否为标准矩形，尤其是上下2个面。校准无果后，将框架拆解，特意找了个比较平的面，重新开始组装，并调整了校准方式，用木工夹夹持辅助型材，辅助安装这2个垂直方向的型材。因为型材切割面和型材外表面都是非常平整的，直接将垂直型材的切割面严丝合缝地放到辅助型材的侧面上，就可以保证2个垂直方向的型材有一个较好的垂直度。然后立即用 L 型连接片和角码紧固型材，以防在后续的安装中产生错位。组装 XZ 面2。
安装 Z 方向的型材，安装中实施校准，使用 L 型连接片和角码紧固型材。校准每个面是否为标准矩形，尤其是上下两个面，即 X 和 Y 方向组成的面。XZ 面1与 XZ 面2之间的型材有缝隙，我用弹力绳加持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，也就是调松后再调紧，最后消去了缝隙。安装预组装的 Z 轴运动模块、步进电机、消息螺母以及丝杆。这个光轴支架内侧边要距离 Z 方向型材外侧边 14.8 厘米。我这里把丝杆自带的螺母替换成了消息螺母，大家预组装的时候，如果直接用了消息螺母的话，就不用再替换了。XY 光轴和十字部分的视频没录上，我这里就先拿三维模型和我的图文教程演示了。首先安装 X 轴的光轴，通过带座轴承将光轴固定到框架上。而且里面需要安装石墨铜套和同步轮。需要注意，这个位置安装的是一个双向的同步轮，用于连接步进电机。建议此时就将环形铜带也装进去。然后安装 Y 轴的光轴，同样方法将光轴固定到框架上。里面同样需要套上石墨铜套和同步轮。在这个位置还需要一个同步轮，用于连接步进电机。这是 X 轴光轴的实际安装情况。光轴带座轴承最远端距离型材外侧 8.7 厘米。光轴需要与两边的型材绝对的平行，建议使用卡尺精确测量。
这是外轴光轴的实际安装情况。十字部分的安装比较复杂，首先是打印件的安装位置，可以参考三维模型。光轴在上的这个缺口在下，光轴在下的让这个缺口在上。这样就确定了 XY 光轴的打印件了。十字部分的打印件更好确认，它的形状比较特殊，由这4部分组成，暂时先不考虑固定风扇的打印件。安装时需要按顺序安装，先安装2根十字光轴以及固定它们的打印件。将2根光轴固定住之后，安装中间的打印件。安装时先使用少量的螺丝对打印件进行固定，因为后面安装同步带时还要拆开打印件重新安装。这是实际的安装情况。首先安装 X 轴光轴，用一个石墨铜套代替大于视频中的2个铜套加一个纤维环。然后安装 Y 轴光轴，同样使用一个石墨铜套。然后是中间的十字部分，使用2个打印件直接固定住十字轴，然后使用另外2个打印件把喷嘴固定上去。新版本的打印件是由2个组成的。然后安装4条同步带，如果提前没有安装环形同步带，还需要把这个环形同步带也安上。4条同步带安装时需要把打印件拆开进行安装。然后需要紧固一下同步轮的螺丝和带动轴承上固定光轴的螺丝。然后安装2个固定电机和环形同步带。固定电机时需要让同步带撑紧。然后安装热床支架，这一步之前调过了的话直接跳过。然后安装纤维开关，一共4个，除了图中标注的3个外，这边的 Z 轴光轴上还有一个，其中这边2个纤维开关是安装在十字滑块打印件上的。仔细观察打印件的话，可以看到有对应的螺丝孔，这个是安装在右侧 Z 轴光轴上的。Z 轴上的纤维开关调节高度时，需要将热床往上移，直至热床晶格玻璃与喷嘴之间有一张 A4 纸的厚度。然后安装 Z 轴的2个电机，电机需要使用弹性连轴器与丝杆相连。然后安装散热风扇，原版视频中用的这个风道打印件在新版中有改变，可以参考3维模型。新版模型中散热风扇的安装更简单一些，两边均由一个打印件、4010风扇和一个风口组成。这是实际的安装情况。
这两个螺丝的安装有一点别扭，我特意把一根光轴取下来，给螺丝刀留下空间才能正常安装。但还是在用力时，螺丝刀打滑，旋转的螺丝刀把我手指头从侧面洞穿了。万幸无大碍，包扎一下继续安装。主板接线可以直接参考大鱼视频，需要注意接线部分的视频是在另一个教程下的。教程主要讲解了各个接口的作用和接线方式，并没有拿实物去接线演示，但是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。我的图文教程里的接线部分内容也是出自这里。实物部分的接线我同样做了视频记录，但是看着会比较乱，仅供参考。我首先是拿了个木板，暂时给电源控制器、触摸屏以及开关这些东西做个固定。
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电源开关。看着教程安装跳线帽和电机驱动板，千万要注意5个电机驱动板不要装反了，否则据说会烧主板。安装方法就是驱动板引脚要和主板背后的引脚标识对应起来，不需要完全对应，因为主板需要兼容多款型号的驱动板，大部分对应即可。如果实在不确定，就去问淘宝卖家。然后连接了触摸屏与主板之间的 AUX 线，然后给部件电机线做了标记。然后这一步把吹散热管风扇连接到了主板上，但是需要把线剪断，因为中间要加入延长线。然后在主板上的可控风扇接口用 2P 端子引出一条双并线，2个4010散热风扇要并联接在这条线上，要注意正负极对应。然后接上了加热棒。然后在主板上引出热床和电源的线，用电烙铁头给接头上上了点锡，因为容易出现毛刺，怕短路。然后直接将控制板电源线连上了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口。然后这一步我把电源开关给装上了。电源开关接线可以直接参考淘宝商品详情页中的介绍。首先安装这个保险丝，把保险丝固定在这个座子上之后插入到这里。然后是接线，使用第一种方法接线即可。先把这条火线接到开关上。然后从火线再接出一根线作为输出的火线，然后从开关的另一个零线端子上引出一条线作为输出的零线，从这个地线上接出一根线作为输出的地线，分别将这3根输出的线接到电源的220伏输入端子上即可。保险期间测量有没有短路。然后是挤出头热敏电阻的连接，线很长，可以直接连到控制板上。然后焊接热床导线，
热床焊线的触点散热很快，很考验电烙铁的功率。然后把热床热敏电阻连上，并把热敏电阻固定到热床中心的凹孔里，并用耐高温胶带固定。然后安装挤出机与热伏龙管。将吹模型的2个4010风扇并联起来，接到主板的可控风扇端子接口。4个线位开关接延长线，我用了1米的线作为延长线，延长线的另一端接上3P 端子。最后把它们用螺丝固定到对应位置。然后安装吹模型风扇和散热管风扇，可以参考3维模型。
此时十字部分其实不是很顺滑，但是还可以，阻力不太大。其实后期又进行了一次校正。调了限位开关的位置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真正的调好使用，能打印，就想着给电路部分好好的做个外壳，在接下来的调试中会更整洁安全一些。给电源开关周围增加了保护，以防触电。这样子就舒服多了。